甘愿了咯，买了 Tesla， 然后就要充电了咯。其实不管驾什么车都有这一个过程啊，驾电动车的话就要有这个充电的过程，驾燃油车也是要去打油的吗？那你问我在这一个月使用下来有没有因为充电困扰我呢？我摸着良心跟大家讲没有，因为很多时候啊，我可以去 shopping 就有充电桩，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把车放在那边充电，我进去走 shopping 看电影吃东西都不会影响到我的行程啊。那我们以前呢是驾打油的车嘛，我们习惯性就是一去到油站就要把车的油箱加到满。用电车需要习惯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每一次到有充电桩的地方的时候就把电充到100%才离开，这个是需要去习惯的。顺便也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买这辆车啊，其实我就是想要金盆洗手啊，其实就是觉得我每一次买的车都一直在不停的重复相同的事情，就是改装啦，花钱去换 rim 啦，去装 spoiler 啦，做一些有的没的东西。那买了一台 Tesla 应该就是可以真正让我省下这些多余的开销了，我不需要再去追求我要怎样的 sport rim， 所以我应该可以从中省下不少钱。但是讲到省钱啊，有一个钱是真的不能少的，不管是电动车还是汽油车都一定要花这个钱，我觉得。但是现在很多新车已经有配给了，包括这一台 Tesla Model Y 都有原厂的行车记录器，而且这台车行车记录器是有好多个镜头一起同时进行。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负担 Tesla Model Y、Model 3， 甚至其他比较高阶车款，只有比较新的车才有这些配置。比较旧一点点的车，即使是贵车啊、豪华车啊，很多都没有这些配置，尤其是没有拍车里面的这种镜头啊。我觉得现在其实行车记录器已经演变到我们需要的镜头越来越多了，就好像 Tesla 这一台车，它原本就有很多台镜头，但是行车记录器现在很多还卡在2颗镜头甚至1颗镜头的这个点上，很多都只可以拍摄前方。但是现在70迈它推出来一款业界首创前后4K 超高清拍摄镜头加1颗拍摄车内镜头的行车记录器，就是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款来自70迈的 T800 4K 的 Dashcam 哦。这一台 T800 的 4K Dashcam 其实我已经装在我车上一段时间了，然后这个 T800 的 Dashcam 我真的个人非常喜欢，它有非常多的优点，还有各种很强的细节。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展开我去安装这一台70迈 T800 的时候所有优点，还有这一台 T800 4K Dashcam 的细节，还有它的拍摄出来的画面啊。其实全马各地哦都有70迈的官方店哦，就是 Dacia， 你们只要在你们的车机上面的 Navigation 或者你们的手机 Google Map 或者 West 打 Dacia， 你就可以查找到你附近的 Dacia 的这个70迈专卖店在哪里啊。他们当然除了卖，他们也有安装，而且他们的安装技术啊真的是没话说，真的是很赞，所以我非常推荐你们大家可以到邻近的 Dacia 去看一看。现在我带大家来到的就是 Johor Bahru 的 Dacia， 这一次70迈呢在业界首创了最新的可以拍摄前后 4K 的3镜头行车记录器。这个 T800 呢，它不仅是有3颗镜头罢了啊，前后镜头可以拍摄4K 超高清画质的行车画面了，而且还有3 channel 的 HDR。我们在过一些桥底的时候，那个光线突然一下变暗一下变亮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还是一样可以拍摄出画面非常清晰的行车记录画面。它不仅是像传统行车记录器一样哦，可以拍摄前方后方，它还有多一颗镜头可以拍摄车内情况。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新闻啊？那些驾网约车啊被打抢啊，被拿刀架着脖子。所以如果有一颗镜头可以拍摄车内情况的话，这样它就可以大大减低这个犯罪率。如果真的遇到犯罪情况的话，你还可以拍下所有证据。当然是一个旗舰产品嘛，一定要保留来自 Sony 的 Star-Vis2 前后双摄镜头哦。一样，只要安装 4G Hardware Kit 呢，它就能实现 4G 网络连线。不管你的车去到天涯海角，你都可以通过 4G 来观察你的车现在的情况。这个东西我就时常拿来找 bugging 了啊，因为有时候我们 bugging 了忘记拍那个 bugging 的电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4G Hardware Kit 来看我们的车停在哪一支电啦。Nice。
现在呢 Dacia 他们的专业安装团队啊，正在帮我的车安装这一个70迈的 T800。为什么我对他们有信心呢？因为他们长时间日夜累积的这种安装经验啊，是我最大的信心啊。平时这种 Tesla 车型啊，不管是 Model 3、Model Y， 甚至是我们邻近的国家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人开 Model S、Model X。一般上的 accessory 店可能比较难接触到这一类型的车型，所以这种比较少见的车型要安装行车记录器呢，一般上的 accessory 店可能经验方面就不够他们丰富，他们是绝对经验老道。讲回这个 T800 呢，我最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它有 WiFi 6啊 ，WiFi 6也就是讲我们在下载一些画面的时候，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更高速的下载。以前的行车记录器的 WiFi 真的是很慢啊，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你想要把素材下载下来，在那边转半天了，真的是要花很长时间。可是因为有 WiFi 6的关系，很长的影片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下载完成，这一点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啊，也减少了很多我们等待的时间啊。当然70迈的高端产品呢，肯定少不了 built-in 的 GPS 啦，还有比较简易的 ADAS 功能。所以你开的车是没有 ADAS 功能的话，安装一套70迈的 T800，你的车就有 ADAS 功能了，什么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啦，前车启动了过后的提醒啊，等等，在这一套 T800上面都可以找得到。当然少不了还有就是 Smart Parking Guardian Mode 这个东西呢，就有一点像我们 Tesla 的这个 Sentry Mode 啦。当然这一次我们不仅是安装这一套 T800 罢了哦，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顾虑，电动车安装行车记录器会不会耗电比较快？所以我也为这台车安装了跟我自己另外一台 Honda Civic Type R 一样的 LFP Battery Pack。这个电池我是有跟 Dacia 他们的专业工作团队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啦，它是不会伤到我的车的所有电子设备，甚至电池，因为我们拿电的方式呢，就是好像点烟头的方式拿电罢了。所以呢，很简单的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我们通过这一台 Tesla 的12V 插座啊，就是那个所谓的点烟头的地方，为这个70迈的 Dashcam Battery Pack 供电，然后这个是独立电池嘛，再从它里面供电去行车记录器，是绝对不会影响到任何一台电动车啊，不单只是 Tesla 这一款车的电池，还有它的电子元件。我会影响的话啦，让你在车上用这个12V 的插座充手机啊，你的车是会坏掉是吗？不可能吧，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就直接上路实测，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套70迈 T800 所拍摄下来的画面的清晰度、解析度，还有它的实用性是怎样的啦。看到它的行车画面了吗？是不是特别的高清呢？我的这一台车的后面镜子啊，原厂 Tesla 就已经是有很暗的玻璃了，但是我还为它加了多一层透光度只有18%的隔热膜啊，在拍摄后面的画面确实会比较暗一点点，但是如果你们的电灯没有像我这样极端黑的话，拍摄出来的画面还是依然非常高清的，都可以参考前置镜头。然后其实对我来讲啊，每一台车在路上行驶非常重要，一定要有的东西 ，Number One 就是保险，因为保险可以保障每一个公路使用者，不管是你自己发生意外，还是人家害你发生意外，还是怎样都好，有一个保险才可以保障你的安全，保障你的车的维修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那除此之外，第二个最重要的一定就是 Dashcam 了。Dashcam 这个东西还可以把整个事故经过完整记录下来，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人家的错，但是真正去到杀人的房间的时候啊，你一句我一句，就变成我的错了。所以如果有行车记录器把画面完整的拍摄下来，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不需要做多余的argue，不需要争吵，直接给杀人看画面。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影片讲到的是，我买这辆 Tesla 是为了金盆洗手，我不要再改车了。我觉得行车记录器不算改车，行车记录器是一个安全配备，一定要安装。那今天的这个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想要买到这一套来自70迈的 T800，非常简单，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或者你把这个影片
片按暂停啊，左下角这边就会跑出一个格子，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直接穿越到 Shopee 进去查看价钱了啦。因为呢 Rider ATS 这个频道有荣幸获得 YouTube Shopping Star 的这个荣誉啊，所以呢，只要点击这个影片左下角这个小框框进去购买的话，还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回扣 voucher， 有时候啊是会很够力的，20%、30%我都看过，所以大家赶紧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今天的完整内容大概就先讲到这样，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你们的主播 Rider ATS，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